到了，就在这儿。好了，谢谢。我先开个箱。哇哦，还蛮新的。2.5。谢谢，耶。今天是2025年5月4号啊，距离这个索尼 A1 2代发布也基本上快半年了。就在1个小时前，我刚刚从 Facebook Market 上买到了这台二手的，生产于2021年1月份的索尼 A1 1代。作为一个从业超过15年的商业摄影师，第一次拥有属于自己的旗舰型号数码相机，大家能不能体会到我此时此刻的这种心情？尤其是当我现在已经在温哥华，基本上处于这种退休的状态情况下，我在49年入了国军，圆了自己的一个旗舰相机的梦想。那么在聊我为什么会买这台相机之前，我想先聊一聊我跟索尼相机的这个缘分啊。其实纵观我整个拍照的过程啊，最早的时候大学期间是用一台这个尼康的 D50数码相机做入门，后面就开始拍胶片。胶片呢一路也是从中画幅拍到大画幅，这个相机呢是呈越来越大这种趋势。还记得我2010年刚开始摄影工作的时候，我的第一台相机是佳能5D2。我想作为很多商业摄影师，这台机器都是绕不开的一个机器吧。然后我在2015年之前都使用佳能系统，然后那个时候我用到单反用到后面，我觉得就是一是我对它的体积觉得有点大，二是我觉得它的对焦也还是有点不是特别的好。但当这个索尼发布了 A7R 1代的时候，我有一个朋友买了，我当时试用了一下，我觉得这个无论是从尺寸还是从对焦什么的都挺好的。然后只是我当时觉得 A7R 1代的这个快门实质有点重，于是我就等到2015年索尼发布了 A7R 2，那个时候我看了一下评测，我就把佳能灭门了，然后就入了索尼的坑。从那个时候开始，就从 A7R 2一路用到 A7R 3。然后 A7R 3应该是我用的时间最久的一台索尼相机啊，然后是到了2021年的1月份，索尼发布了这个旗舰啊 A1，我记得是我第一次用索尼 A1是2021年的11月份，我去云南拍那个 Nike 的 ACG，我租了这个 A1的1代，当时我记得我还拍了一个照片是这样，是A1和55 1.8的合体，我是不是发了一张朋友圈说，我觉得这是我理想中相机的终极形态，性能足够强劲的相机配一个足够小巧的镜头。即使在这个今天看来啊，我依然还是坚持我的观点，我认为现在这个形态是我最认可的飞单的一个形态啊。其实我为什么从佳能换到索尼，还有一个很重要原因是我其实特别喜欢用标头拍摄，但佳能的那些标头大家知道啊，小弹圆50 1.8我就不说了，我也用过一段时间。后面换50 1.4，那个头快30年了吧，都记不清了。我记得我当时用的时候就怎么着，好像我还用过2个，中间坏了一个。然后50 1.2呢，我没有拥有过，但是我借过一个，然后而且还是当时在佳能 EDS Mark II 上面用的。都感觉那个标头特一般。然后当时索尼那个跟这个 A7 发布了这个55 1.8这个小蓝标的时候，当时好像真的市面上没有比这个头尺寸、体积、重量。然后我当时其实入索尼系统很大一个程度上都是奔着这个头去的啊。虽然说这个头放在今天被这个50 1.4 GM 啊，包括 1.2 就不用说了，就吊打啊。但是我觉得现在这个头可能二手的2000块左右，就是依然还是很有性价比的。除了这个全看光圈有紫边啊，也是被这个一众人一直诟病的这么一个 bug。我用这个头，其实我不太用最大光圈啊，所以这个紫边这个事儿对我来说没什么困扰。还有就是它的这个最近对焦距离，我说实话稍微有点远。然后到了12月份，我又在上海租这台相机拍了 Allbirds 的全球电商网站上面的产品图。当时拍 Allbirds， 因为要拍很多就是动态的，在棚里面拍动态的，需要那个连拍抓拍，用的是 Pro 10，整个这个拍摄也是非常的顺畅。这个 A1 的这个连拍对焦后面就没有给我造成任何问题，包括 Pro 10的这种配合、回电速度啊，这种简直天衣无缝，特别棒。然后再之后我就没有用过 A1 了。因为那个时候到了22年、23年的时候，我的拍摄就挺少了，而那个时候我主要住在青岛嘛。后面我自己就把 A7R 3换成了 A7M4，然后有一些小的拍摄就都用 A7M4 了。其实也怎么说 ，A7M4
就基本上说实话，到现在为止，就是拍照什么的，包括视频都已经足够了。那么讲完这个关于我使用 A1的这2次小故事之后呢，其实就是说，作为一个这个职业摄影师啊，其实器材对我来说一直都不是那么重要，够用就行。所以我手里的镜头，我现在这个最常用的镜头还是一支24105，就是我对器材其实没有很执着的这种追求。包括这个我玩胶片这么多年，我拥有最贵的相机，也就是康泰时 T3，还是王老师送给我的生日礼物啊。然后哈苏、徕卡什么都没拥有过。那我为什么对这个 A1 有执念？为什么要在这个现在这种加拿大半退休的状态下入了一个 A1 呢？我觉得这还是一个情节啊，我觉得我心里头还是有这种情节。原因前2天。这个呵呵，他是打击乐老师要有一个演出，然后就问我说：“呵呵爸爸能不能帮我拍一下演出？”我说：“你的演出是不是拍摄的时候不能有声音？”他说：“对。”然后我说：“那我的相机可能不大行，因为如果我要是用 A7M4 的静音快门的话，我的快门速度就不能超过125/1秒，超过125/1秒就会有频闪。”那一般情况下，其实125/1秒也还行，但是呢，它打击乐呢，就是老师有的时候这个状态上来之后啊，这个会动的稍微比较厉害，我还是尽量想把快门速度有的时候想稍微快一点。那么我的这个 A7M4 的这个电子快门就会出现比较严重的频闪啊。我当时呢做法是，跟温哥华的一个朋友啊，跟他借了 Z9，当时我快门去到400分之一秒，然后就完全没有频闪，这个真的就是一个诱因。怎么说呢？我其实现在做很多事儿啊，我都觉得其实从完全回本的角度来讲是回不了本的。包括我前段时间不是从那个阿尔巴尼亚摄影师老哥那儿收了一批器材吗？说实话，我真的不需要。从实际出发，我这些器材我可能用不上。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冥冥之中，我觉得我得把它们收了，对，所以不知道这个是怎么回事。这台 A1我就觉得我可能会把它作为一个养老的机型，就是这个组合如果不出大的意外啊，我的这个思想上，我的这个认知上，如果不发生大的转变，可能我就会一直用这套作为一个养老的这个机型。通过上次这个拍摄，我发现啊，我就理解了为什么有很多这种我们所谓口中的发烧友、器材党，就会对他们有一种很不屑一顾的这种态度啊。我现在理解了，其实往往拍的越杂，它真的需要更好的器材，对吧？你说拍鸟，对吧？拍野生动物，尤其是在加拿大，你没个 A1，没个 A9，能行吗？A7M4能不能拍？能不能有影？能有影，但这个东西不一样。对，不是一回事儿，所以我现在真的，我感觉我自己啊，这个越来越朝着这种老法师的这个方向去发展了。这个我不是前2天录开箱的时候，我说我现在能看懂黑白了吗？我现在开始拍很多黑白了吗？这岁数到了，你看这个相机也得追求这种连拍和对焦了。其实我对这台机器的念头是动了好几次。我在今年春节的时候就逛闲鱼，就发现现在这个二手 A1就已经到了25000人民币左右这个价格了，就非常的心动。你想啊 ，A7R5还要2万人民币呢，对不对？就贵5000块钱。虽然说这个 A7R5这个像素对吧比它高，而且是新的这个折叠屏什么的，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我都不是必须要啊，对不对？那个时候我本来是想让一个回国的一个朋友帮我带一台，就麻烦，而且对吧，就折腾来折腾去的。所以我是原本打算呢，7月10号回国的时候把我这台 A7M4带回国，然后呢卖了，或者是找一个贩子 trade in， 直接找一个这个 A1， 对吧？是这样的。结果我不是最近在 Facebook Market 上发了好多东西要卖嘛，处理这些器材什么的。我是今天早上刷 Facebook Market 上看有没有人给我留言买我东西的时候，我发现发了一台这个 A1， 然后这个小哥是一个华人，然后就聊了几句，就挺痛快的。反正他标价是5200加币，后面我就跟他砍价，4900，我这个机器是4900加币。既然已经比原计划提前完成了梦想，那我现在录视频的这台 A7M4 呢，也可能要提前跟我说拜拜了。也十分感谢我的 A7M4， 陪我走过了这一段在加拿大如此寂寞的时光。感谢。OK 啊，那这个视频呢，我想可能基本上也就到这儿了。现在其实有点激动，脑子里有点乱。
对，这么多年，这么长时间，终于用上了旗舰相机的这种心情，对吧？作为一个老的职业摄影师，挺不容易的。感谢宇宙让我在今天2025年5月4号拥有了这台相机。我相信啊，这个选择在今天让这个相机来到我生活当中，应该是有一些特殊的含义。所以让我们看看接下来我和这个相机之间还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希望到时候有机会和大家分享。所以我们下期视频见，拜拜。